为什么会有这个安氏之乱？被指就是他们让张学正下台，因此这一次张学正回国会怎么样处置？他要夺回的不只是职务而已，而是被荷兰夺走的中国晶片话语权。张学正背后有国家的支持，所以他的底气很够。这场战争不只是他个人的战争，中国要掌控有全世界的汽车晶片主控权。现在日本的尼桑直接讲，他已经停止生产制造了，因为晶片没有进来，也影响到欧洲的汽车厂商，也包括美国的在内。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有点像稀土关键，虽然前端都是在荷兰做，但是最后这一端是在中国做，中国不出来你也没用。最后荷兰撤，张学正上来了以后，3个人一个都不留，而且他们的派系即刻清理东西，滚出去。来看到中荷的安氏之战哦，原本以为川习会结束之后，中美已经默许恢复安氏的贸易。11月1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态度也是转为和缓。他说，中国商务部宣布要恢复对于这个晶片的出货，没有想到我们来看到的是，才过3天而已，11月4号，中荷现在是传出来有签了这个协议，叫做中欧稀土与半导体供应链临时的协调纪要。那么协调的主要是在人事跟产能上面有了重大的一些突破，包括特别承诺11月7号前荷方同意恢复中国籍的前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11月13号前会解冻总部资产跟中国的业务的授权。但是现在外界比较关注的消息，就是有关于大家最在意的这一场股权的控制权。荷兰在这场协议当中并没有提到任何的字，也代表荷兰现在还不愿意放手。来看到，所以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当天的下午，也就是同一天哦，11月14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中国商务部就特别点名了，他说10月26号的时候，荷兰单方面的终止供应链晶圆，导致中国的生产线停摆，才会造成这一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乱。外界也普遍认为了，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个安氏之乱，就是因为当时安氏内部有3位高层，他们都是外籍人士哦，被指就是他们让张学正下台的，包括他们的法务官、财务官跟营运官。因此这一次张学正回国，大家就在看他会怎么样来处置这3名的这个外籍高官，被视为是一个王子复仇记。他要夺回的不只是职务而已，而是被荷兰夺走的中国晶片话语权。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张学正背后有中国的政府的支持，国家的支持啊，所以他的底气很够。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只是他个人的战争。也是汽车晶片的战争，中国要掌控有全世界的汽车晶片的主控权。另外一个部分里面，那当然也是公司跟他个人的战争嘛。我们很清楚，因为我记得我当初最早大概在1991年，我到法国去读书，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手提电脑正在兴起的时候，台湾的3C产品正在起来。台湾有很多的跑单帮的或者有很多的厂商，他们就到荷兰去试点我那时候也有几个朋友他们是台大也是电机工程毕业的，也是在这个电脑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们本身也带了一些厂商的代表，也包括了台湾的后来著名的企业我们不讲名字他们都到荷兰去。在跟荷兰交手之后，就体会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荷兰人在欧洲人来讲被著名的小气，没有诚信，会吃掉人的东西他们在欧洲是非常有名的，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讲跟荷兰人做生意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什么信用卡的，也没有什么一定就是我电脑给你多少，我钱要收多少，而且要收的是现金。这个就是我最早在30几年前在欧洲的时候，跟我的朋友们，他们对于跟荷兰人交手。经验中最深的体会就是荷兰人很不可靠，他们的最深的体会是这样。那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坦白说，我一知道的时候，我并不意外，因为我马上回想起，30-40年前我们的台商在荷兰所遭受到的待遇，他们说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吃掉，他们是很狠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在这一次他们也想把这个安氏把它吃掉。那当然背后。查出来的是美国，因为中国大陆很早就放出这个足够的证据跟讯息，因为在荷兰法院在审判的过程中，
有很多都是跟美国有关的。我相信这次在吉隆坡的会谈跟在这个韩国的会谈里面，应该是有可能极有可能有谈到这个部分。是。那很明显的，美国也知道这个问题也会涉及到美国的汽车厂商，因为你也知道，在晶圆这个部分，最后的封装跟封测是在中国做的。那一旦晶片进入了中国，那出不去的话，对于美国的厂商，现在日本的尼桑已经直接讲了，它已经停止这个生产制造了，因为晶片没有进来，也影响到欧洲的汽车厂商这么多，也包括美国的厂商在内。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就有一个最终的，就有点像稀土的这个关键的这种杀手锏在里面。是，虽然你的前端都是在荷兰做，但是最后的这一端是在中国做，中国不出来你也没用。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较量中，美国也知道也影响到他自己的汽车业，而且也吃不下，因为中国就是用稀土，用各方面来跟你打。对。那最后荷兰撤，我个人认为张学正上来了以后，这3个人都要开除。哦。没有话讲。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因为在欧洲做生意在跟西方人打交道大家是比狠的。你不狠，你软，人家你不狠，你以为你是宅心仁厚，在西方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你软弱，你不行。你有本事你就把他们干掉。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干掉他们，3个人一个都不留，而且他们的派系的人，所有全部都要马上即刻清理东西，滚出去。我想这是张学正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好，所以张学正上台之后，很有可能就是立刻的开除这3个外籍人士哦，大家把他视为是叛乱分子。那么我们之后就是要看张学正的动作，我们也来稍微回顾一下为什么张学正他今天可以如此的愤怒？因为呢，他其实当初拿下这一间公司是费了很大的力气。2018年的时候，他率领是文泰科技砸下了300多亿的人民币，收购了安氏，而且他耗时了2年的时间，分成3个阶段才成功的拿下100%的持股，实现了全面收购，是当时被视为是中国半导体行业规模最大的一起跨境的并购案，也展现了这位是张学正当时破釜沉舟的精神。我们请导播来看到下一章，而我们关键的来看到的是，为什么半导体业务当时这么的赚钱，荷兰却是轻易的放手呢？主要的原因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一开始安氏并不是怎么样赚钱的公司，是在张学正的经营努力之下，才华丽转身变成今天很重要的半导体金鸡母。那为何安氏卖给在文泰，也就是张学正接手之后可以快速的增长？关键点其实就是落在中国的市场。我们来看到，在收购之后，安氏的中国市场的营收是快速的暴增，从25%的占比，一口气几乎是2倍到了50%，并且中国一直在发展新能源车靠着新能源车的浪潮，车规的这个晶片月产能才可以达到80万片，支撑了它的全球15%的一个需求，瞬间的。安氏的毛利率从过去荷兰人经营时的25%狂飙到38%，产能利用率大幅飙升到95%，也坐稳了他们的一个经营模式，也就是在欧洲做研发，在中国还有东南亚国家做制造，并且在全球做交付的一个关键枢纽所以接下来要请委员来带我们看，川习会川普本来都已经让步了，为什么荷兰还要逆风跟中国持续杠去？而张学正花了这么大的努力，把不怎么赚钱的企业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金鸡母，为何这时候被这个荷兰给抢去？这个被偷走的胜利，张学正除了开除这3名的外籍人士之外，还会怎么做？王子复仇。国家有2个义务，一个是保护自己境内外国人的权益，一个是保护自己人民在境外的利益，这是国家是否有能力的2大焦点。现在张学正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海外投资，遭到了这么无理的对待，遭到抢劫，幸好他有一个祖国叫中国在外面给他撑着，所以他今天可以讨到相当的公道回来。但不幸，因为他的祖国是中国，所以他今天才温吞吞的去跟人家讨价还价。如果他的祖国是俄罗斯的话，那3个外国人马上被看报碟丢到阿姆斯特丹的海港里面去了。中国就是和平的一个道路，所以不会采取这种激烈的手段。我讲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家想一想看，前几天不是有个俄罗斯的影子游轮吗？被法国的海军陆战队扣押，马上就放了。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就放话，你法国的船队是全世界第3大的船队啊，要从地球上消失是很轻松的事啊。法国马克龙再爱斗嘴，不敢吭一声，赶快放啊，赶快放。这个就是国家的实力，还要加国家的手段。中国是有实力，但是没有狠的手段，愿意跟荷兰和平相处。所以啊，如果是俄罗斯的话，你那3个早就看爆跌了哈。现在这一场仗是中国一定赢了，是时间问题了。那因为会给荷兰压力，也不只是中国啊，还有这个德国啊、日本啊，都会给他压力哈。那荷兰这是丢脸丢大。其实说穿了，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这个案子是100%的贪污案，不是大家想象那种什么企业都不是。他怎么贪污呢？回过头来那3个老外的照片，这3个在干什么？他们这3个在做的动作，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投资银行的叫做 leverage buyout， 就是我是主管，我想控制这个公司，可是我没有股权，我该怎么做？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去外面找钱，比如找投资银行啊、保险公司提供资金，然后让我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买下来以后，轮到我们的管理团队来控制这个公司，这个叫 leverage buyout by management， 全文是这样子的leverage 就是外面借钱，杠杆buyout 买下来by management 管理阶层这么做的，可是这个做了，他们通常要有政府单位的配合。那政府单位要配合的话，第一个就是说要找法律，让政府单位有个漏洞可以使用。这个法律是什么？他们用的表面上是什么几十年前的法律，其实最主要的支撑点就是美国把文泰科技先列为一个制裁对象，然后再加上50%的法则，你的子公司也要跟着被戒。他们用这个理由去告诉荷兰政府，你看吧，安斯半岛有没有制裁啊，前途茫茫啊。然后你要批给我们，冻结他所有的财产，冻结他所有的职权，由我们几个人来控制这个公司。换句话说，他如果用这个方式来控制安斯半导体的股权财产的话，他很轻松的在外面找到很少的钱，就可以来买下这个公司，不用那么高价钱来买。这是很标准的偷窃跟抢劫。那你说荷兰的财政部长懂不懂？经济部长懂不懂？当然懂，当然懂。那他为什么做这个事？因为要收红包。这一定是很大一笔红包。我公开指控荷兰政府这个过渡政府要下台，准备捞一笔钱，因为这政府已经选输了嘛，正要下台了，所以整个下台之前，这些人要准备捞一笔大钱，就是用这种方式在干。那这个东西，中国对荷兰绝对不可以手软。好，所以看起来从荷兰的官员开始有收贿的问题引发了这一系列这样子一场大风暴。但是厂商是无辜的，不管是欧洲车厂或者是日本车厂，他们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掀起的是全球的晶片恐慌。来看几家重要的厂商，日商先来看本田部分的海外工厂10月28号被迫减产停产之后，最新波及的是日产、Nissan部分的九州厂自下周起也会开始减产它的畅销车款休旅车。德国的采孚 i 也被迫中断，员工要放弃了无薪假。另外是博世旗下的工厂已经准备了要休假保命。来请将军带我们看到这一场汽车业的晶片寒冬。另外安世之争，将军又怎么看？中核最后谁会赢？我跟你讲，中国绝对不会输，而且一定非赢不可因为这个当然我们表面上面好像是2家企业的这个经营权之争，但是背后所代表的含义，代表中国跟欧洲2大这个集团的一个这种互相的对抗。那试问一下，如果说安世这件事情中国让步来讲的话，那以后来讲，所有欧洲企业会不会有样学样？中国在这边比较好的、已经经营有力的金鸡母，他们就用这种抢夺、掠夺的各种手段把它抢夺去了。那此风不可长，此利不可开，这是第一个。所以中国非要把这场仗打到赢不可就动员全中国的所有的这种资源跟力量都要赢。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中欧这2个地方来讲的话，
后续以后来讲，大家还是要彼此互相的合作跟共存哈。那不能说借着用这种博弈、互相斗争的方式，那对全体来讲的话都不会有利的。所以这场战争所后面代表的含义，不只是安氏这个企业权的争夺而已。那为什么我说中国一定会赢呢？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家安氏这家公司，它是主要什么？它是做汽车的这种半导体，也就是说，我们车子在开的时候，一辆车子大概有500片的晶片哈，那个晶片不是什么高科技的晶片，不是甚至于连成熟晶片都谈不上，它大概将近1-2千奈米的那种晶片哈，一辆车子大概有500-600片。但是是在安氏在荷兰那边做出晶片，然后完了以后，它到哪里呢？到中国的东莞、广东这边来做封装。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一个晶片你制造出来以后，经过设计，然后制造出晶片，然后完了最后要封装，封装完以后你才是可用的晶片。所以最后的这个出口端是在中国这边。那现在来讲的话，双方争夺到前一阵本来说11月7号的时候，已经有缓和迹象，也就是让张学正回去再当CEO， 但是没想到这个安氏集团居然在这个时候又说了一句话，他不将这个晶片送到中国的东莞厂来做封装那等于说断了我没有晶片给你，那你看你怎么卖？对。可是问题是说，我说中国为什么会赢？第一个，在中国东莞厂，它还有很多库存，它可以现在用人民币供给在中国设厂的汽车公司，供给他们来使用，它还有库存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它不是很难的晶片也就是中国包括到中芯国际都可以制造出这种晶片，我只是后续来讲的话，到这个地方去安装嘛。那第三个，我认为张学正还有一家公司就鼎泰匠芯片公司，它一样可以设计啊。它以后来讲的话，我用人民币来交易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中国在这方面一定会尽全国所有力量来帮助张学正以免欧洲其他的企业或其他国家政府有样学样，那确实是做了最坏的示范。安氏之乱到现在还在烧，但是最新消息，荷兰认输了吗？今天我们要来关心的是文泰现在重掌他的管理阶层包括执行长已经回复到他的位置上面。欧洲车厂这个时候表忠求中国豁免，是否让荷兰压力太大，所以求饶了呢？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几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荷兰是否真的已经低头了？被自己强夺接管的公司，如今又要亲手奉还给中国，从强硬封锁到签下了这个协调的纪要，荷兰这一路是承担了安氏之乱。承认了安氏之乱，它全面败北吗？第二件事情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们看到安氏目前在人事上面是已经解决了，但是在股权上面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中国夺回了管理权，只是第一回合，真正的角力之后会不会是在股权，也就是会在董事会还有资本战场上才要正式的厮杀开打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今天会来做关注。最后我们来关心，确实现在欧洲车厂可急了，因为没有晶片嘛，不管是德国的车厂，这一些车厂已经向中国正式的递出了申请。欧洲的汽车命脉已经被中国晶片紧掐住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好，大家记得吗？当时荷兰政府很粗暴的接管了安氏半导体，让这一场中欧之间的晶片战开打，但是现在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中国不是拿回了它的主导权，现在包括了它的核心的资产授权跟人事也都全面回归到中方手上了。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欧最新签署的，也就是中国跟荷兰签署的这个叫做稀土半导体供应链临时的协调纪要，荷兰在多方面做出了让步，哪几个呢？我们来看到荷兰它放弃了联合管理层改组方案，简单来说啦，就是同意解除对于中方高层的人事限制。所以呢，接下来执行长张学正将会确定在11月7号原本被解职，现在确定了这一位中国的执行长张学正先生，他就会正式的复职了。11月3号的时候，荷兰总部的资产也会授权将可以被解冻。那么欧盟也承诺了，约束成员国不再重蹈覆辙了，类似针对性的投资都不可以再做了。中国也同意会来做分阶段解冻它的产能，安氏的东莞工厂会来恢复产能，释放出流程。好，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苑老师怎么看呢？荷兰可以说是全面认输吗？退回了管理权，并且签下了这样的协议，怎么看？荷兰认输，但不是全面。我跟你讲哈，因为我对于荷兰啊这些欧洲人呢太了解了。
要他们全面认输，认输给中国，认输给美国，他们是全面认输啊。但是认输给中国的话呢，那需要一段时间了。唐朝很盛大的时候呢，发生了安史之乱。这个安史之乱呢，也很像是啊，就是说什么呢？大陆要借着安史之乱的话呢，要好好收拾一下这个欧洲人的骄傲。莫名其妙的自大，以及的话呢，对中国予取予求啊。前一阵子的话呢，那个德国的外交部长也是莫名其妙的搞了个麦克风外交啊，就讲我要来中国之前的话，你们对台湾绝对不可以武力。一讲的话，你不用来，滚你们啊，差点就骂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大陆态度，要借着安史之乱来一场这个安史之乱，就是说你发觉欧洲本身在中国人地位就完全垮下，这是一个重点啊。你这边讲到几个重点的话呢，我觉得有3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的话呢，原来在大陆啊，就是说是文泰在并购荷兰安氏的时候啊，就是大陆会觉得说你的总部设在荷兰，听起来比较有面子一点啊，没有把它直接买断。这个是一个后来引发，就是荷兰本身根本就没有能力，就是一个穷大户。原来的话呢，这个好像女儿都已经嫁过去了，但是名字还是留在家里住，他突然就不让你回家看亲了啊。那这个就不行了啊，这个就不行。大陆这是第一个重点，然后第2个重点的话呢，就是说荷兰本身来讲哈，就要把那个张学正因为他是在荷兰总部里面安氏做 CEO 的，就张学正是 CEO 把他换掉啊，换掉其实具有形式的意义，就是说欧洲人呢看中国人不顺眼，你知道吗？他们种族歧视，这心里非常严重的嘛啊。荷兰人的话呢，就特别长得特别又高又瘦，那鼻子又尖的那种啊，所以说呢就把张学正换掉。然后第3件事情啊，就是荷兰到现在大陆讲说东莞的封装厂啊就不出货的时候，他马上也讲说寄出来芯片不给你，不给你封装什么的，态度很强硬。但是呢，现在里面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大家都了解说，第一个，你这个东莞里面啊，这个800亿片啊，一个800亿片的芯片不出口，整个世界尤其是德国的汽车要停顿。那为了不让德国，因为德国现在剩下什么？德国现在在这个俄乌之间冲突，什么都贵的情况下，又不能没有汽车工业。然后德国现在整个欧洲化也搞得一塌糊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经不起这个。然后呢，现在呢，原来呢，荷兰是要靠着欧盟跟美国的压力反弹中国，现在的话呢，美国不理。欧盟呢压着荷兰说以后不要再搞这一套了，这套根本就没有用了。但是对大陆来讲的话呢，这不是单纯的一次胜利啊，这是永久的胜利，因为大陆会连续的。我跟你讲哈，现在先搞荷兰，然后再搞德国，接下来马上再搞法国，然后都一个一个搞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要杀鸡儆猴嘛。你不要学着美国那一套什么穿透法案，没这回事。好，确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荷之间表面上和解，但是其实眼前还有更大的问题。等一下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就是是在股权上面，接下来会怎么做分配？等一下请干哥来带我们看。好，我们现在看到中荷之间还是持续的互呛。荷兰呛什么呢？呛中国说你出口管制拖垮了整个全球的供应链，还无法保证你的东莞厂何时可以恢复出货，更无法确保你出货产品的品质。中国则是反呛荷兰说，不顾中方提出的合理诉求，你才是造成全球供应链混乱的来源呐。那刚刚讲了嘛，这一场战场其实现在的关系点其实是在股权上面哦，因为刚刚说了，中欧签下的这个协议里面并没有谈到股权问题，所以接下来会不会延伸到资本层面的资本战？干哥怎么看？对，这个问题很严重，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到问题的源头好了，就说，大家觉得说安氏是一个完全100%由中方控股的，但是大家以为说一次就花大钱把它买下来，不是，花了3、4次啊。其实张学正他以前是做什么？他以前是做手机的，帮你想得到的三星啊，什么很多公司啊，他都帮他代工的。后来我跟你讲，一夜之间就发现说手机代工也赚不到钱，从70%的毛利剩下3%，他赶快他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几年，他要知道我要转型什么？转型半导体，所以他要吃下安氏的时候，你知道他用什么贷款啊、融资啊，花了很多钱，想尽办法。听清楚，是张学正一个人用他自己的信用去贷下来，当时收购了这个安氏。安氏的前身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安氏的前身是飞利浦，它是飞利浦旗下的公司。那飞利浦也不要半导体了，为什么？飞利浦他准备要做那个什么，就是医疗器材啊，他觉得那个毛利比较高，所以他就把这个半导体部分让出来，要卖掉，成立一个公司叫恩智浦。那这样这个后来就被张学正买下来了。经过3、4次的并购，花了大概380亿的人民币，才把安氏买下来。
到最后是100%持股。好，你刚才那个思敏你讲的对，你现在我们都谈了，好啦，这个你们对于这个张学正啊被拔掉啊，你们很有意见呐，你们中国这边不出货啊，那好了，我11月7号让他复职好了，然后呢，那个荷兰总部的资产授权啊，那会到11月13号解冻，恢复。我想请问一下，这是100%的私人的企业，你说要解冻它，你现在对于这个股权方面，荷兰你有什么意见？是不是？这件事情，我告诉你，在国际，今天如果在国际法庭去打官司的话，荷兰政府你会输哦，你会输哦，你现在，但是你可以，他们一定振振有词，他们说我们不相信张学正完全是个人投资，后面一定有政府的影子，拿出证据来，是不是？是这个谈判后面还有的谈呢，还要拖上很长一段时间。可是福斯公司已经讲了，福斯公司讲说什么？福斯汽车说，我的汽车，我跟你讲。我想请问你一下，我们这些逻辑晶片一个有时候只要几分钱呢，那个几分钱美金而已。你现在叫我突然换一个供应商，我去哪里换？我去哪里找？我已经在找了，可是我现在马上找到可以替代安适的公司，没有这么快。没错，对于这个晶片，他们现在的库存量还有26周，你知道，如果没有26周，我跟你讲，福斯一定倒，现在就倒给你看。为什么？因为它一定有这么长的存量，不然它每天要生产几千辆汽车，它怎么顶得住？现在根本心脏一直在跳，为什么？26周好像很久，马上就到了，到了安适还是不多管厂还是不出货的话，会倒的，不是只有福斯会倒而已 ，BMW、宾士都跟着一样啊。对，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在股权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荷兰政府脑筋还是没有搞清楚。中国政府会打国际官司跟你打的，我跟你讲，你必输无疑。是好，但是确实哦，不管是股权问题，现在看在这些欧洲的车厂里面，他们根本不 care 说，不在意说你荷兰要去跟中国争夺什么股权，因为最现实的状况就是，确实他们的晶片已经快要没有，快要用尽了，所以这个时候欧洲车厂是真的慌了，赶快来寻求大陆的帮忙。我们来看到几家重要的车厂，包括了德国的采埃孚，还有这个欧摩威、博世等等，都已经向中国正式的提出了申请哦，希望能够把这个晶片的出口管制给解除掉，因为目前欧洲汽车晶片70%都是靠中国来做封装的。那么德国厂这个采埃孚刚刚提到的，他已经说了，他说现在如果供应链中断，员工就会被迫放无薪假。博世旗下的厂甚至已经准备要休假保命了，包括刚刚干哥带我们看到的哦，福斯。这个晶片只能再供应26周。这一次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关注的事情是，安适之所以之所以会有这个重要的导火线，现在传出来，其实是因为3名外籍高层引起的，才会导致当时的安适执行长张学正被迫下台。这3位包括了内部的这个法务官、还有财务官跟营运官等等，会不会张学正这一次复职之后就把这3个作乱的外籍高层给彻底拔除掉？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教舰长。第二个有关于晶片，中国可以说掐住欧洲车厂的晶片命脉了吗？首先，刚刚说那个张学正会不会这个复仇啊？会。我在商场还真的待过。你知道这个商场最恨的就是背叛。你是我的员工，你居然背叛我的老板，那是不可原谅的。所以张学正就是叫做现在是王者复仇记或者王者归来。按照商场的规则，一定叫他走路。那如果说为了一个大局，有时候因为有一些大局，说我暂时我觉得容忍，我会让你待一段时间。但是只要他认为他能够施展他的整顿的时候，他一定会叫他们走。这商场你完全不要怀疑，是每一个大老板都不会容许这些的。然后第二个我要说他这个股权的经营哦，其实这个文泰是2006年就成立了文泰科技，2017年安适成立，2018年就被文泰买过了，就是买他第一次就花了36亿美元买了他76%的股权。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股权代表什么意思哦，整个公司的治理权，如果你们知道你们的公司治理权有一个老板他占据了你们寰宇51%的股权哦，在商界，这个人叫做大老板。这个大老板可以决定谁是总经理，就是谁是总经理，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股东会是你以为股东能够反对啊？你股东就是在比那个股权而已，你知道？那你就知道这个文泰其实是完全掌握了这个安适。
这个在商场就是这样。你现在他没有跟任何人去商量哦。荷兰这次没有跟这个欧洲的伙伴啊，而且他采取的方法是一个非常粗暴，所有人都知道说，人家就是涨了这么多股权，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他不跟任何人讲，他就直接这样去做了。那他从来没想过，我不要讲别的，美国以倾国之力去打中国都打不过，你如何荷兰敢跟他这样子对抗呢？你不可能赢的。所以这个完毕之后，每一个人都在怪这个荷兰，你怎么可以这个样这么粗暴？你有没有跟我们讲过？我们在欧洲我们这个北约是一起的，你这样子一弄，搞得大家都活不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最后他是这个叫做里外不是人，这是荷兰政府的，他现在应该也认清了，就是你要想清楚，做任何事情你要站得住脚。商场经营就是讲股权，你不能够这样子去这样的蛮力靠国力来这样子去抢夺一个公司。在期川会前夕，中核晶片的这一场经营权的争夺仍然在持续。我们来看到荷兰这一回是否夺权，而且踩了红线呢？中国这一次也做了一个反击哦。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看。那么期川会前夕的谈判桌，接下来可以看到火药味已经十足啊。先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就是荷兰9月份突袭式的袭击，并且取得了安市。那么这时候中国强硬的做了在晶片出口上面的封锁反击。到底荷兰这一场夺权是保住自己的国安，还是直接掠夺中国的技术呢？谁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等一下做解读。第二件事情，安市之争会不会登上在这一次，也就是明天的期川会上面的谈判桌呢？川普真的会为盟友出头吗？还是他会反手把荷兰当作自己的筹码，一手谈一手打呢？第三件事情，欧洲车厂现在可担心了，因为没有晶片产线全面停摆，恐慌情绪蔓延，晶片战会不会扩张成全球供应链的浩劫？下一个中枪的不会只是欧盟而已，会不会还包括美国自己呢？今天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这一场中核的安市之争，我们看到全面开打哦。外媒揭露了一个真相，本来荷兰不是说吗？当时他9月份去接管安市，他的理由是说，因为他认为安市管理不善，而且还有国安的疑虑。但是现在最新消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他说真正的导火线是荷兰他们看不下去，是中国制造踩到了欧洲的痛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安市的前执行长张学正计划砍掉40%欧洲的人力，并且要关闭德国慕尼黑的研发中心，甚至把英国曼彻斯特厂的这个设计机密跟设备设定，他希望能够全部转回中国厂，引发了欧洲的恐慌。于是荷兰当时就动用了冷战时期的物资可用法，用国安的理由来强制接管了安市，也逼退了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安市的高层。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委员了，荷兰这一招接管安市是真的国安议题，还是假掠夺战？委员怎么看？很显然的，荷兰是假借国安之名实行掠夺之实哦。那么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看最近这段时间在国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哦，从美国到国际社会哦，其实有一个不变的脉络。这个脉络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小弟们常常做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有的时候砸到自己脚就算了，还连朋友的脚也砸了哦。那么砸了朋友的脚就算了，有的时候搬的石头太大了，旁边一堆愚蠢的幕僚就跟着一起搬，然后搬一个更大的石头去砸自己的脚。荷兰今天就是干了这件事，他搬了这个石头下来呢，不但砸了他自己的脚，他连整个欧洲的车企的脚全部都砸到了。所以欧洲的许多国家对荷兰做这种蠢事已经强烈的不满了。对，包含德国的这个总理，他也在这个公开表达过啊，说你要讨好美国就算了，你干嘛把我德国拖下水呢？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安市这个事情事实上是这样，荷兰在今年的9月30号，他动用了商品控制法，把安市强制的接收了，把原本文泰科技的股权从100%降到只有1%嘛。那么其实在他宣布之前是9月29号，美国的工业安全局就已经宣布针对实体清单的出口限制要扩大。文泰科技本来就在美国的这个实体清单之上，可它现在扩大成什么呢？就是你这些科技转投资只要超过50%的，都要一并出口管制。对，所以呢，这等于是美国再一次的用长臂管辖然后荷兰呢，一方面是自己有危机感，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要讨好美国，配合美国的政策，然后就开始启动了对安市的接管的动作。但是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什么？
安氏当时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的文泰结合？其实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这样，他希望把晶片的设计跟高阶制造留在欧洲，把封装跟测试我送到中国，然后呢，借这样的一个模式打造欧洲自己的这个像车用晶片这些基础晶片的生产线。可是呢，这个没有想到的问题是啊，他自己在生产的过程中，你既然文泰科技掌握了你的安氏半导体100%，我要讲100%的股权哦，这是在多少？2017年的时候，安氏用268亿人民币卖给了文泰科技，文泰科技花了268亿买一家公司，买下来之后，难道他不需要经营这家公司吗？这家公司如果绩效不好，你难道不需要做裁员？你难道不需要做所谓的 relocation 吗？这任何一个经营公司的人都知道的。当你面临到这个人力成本过高，或者是技术有缺乏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一定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技术素质更好的地方来进行生产。而且讲得更直白一点，这家公司就已经人家买下来了，到底干你什么事啊？你既然敢卖给他的时候，就全部都卖给他了。我第一次还听到说，卖了一家公司之后，你还不能动这家公司的厂哦，你不能关这个厂，你不能把这个设备移走，你不能把这些技术拿走。这些技术难道不是登记在当时那268亿的资产里吗？否则人家花268亿买你什么？买你一个安氏的名字吗？所以最奇妙就在这里了。你今天把人家的股权从100%降到1%。那我要请问一下荷兰，你要不要把钱还一下呢？啊，那268亿你给人家拿走嘞，然后你现在跟人家说你只占1%咯，所以你当然就会导致到中国大陆的全面反击嘛。全面反击倒霉的是谁？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啊，因为欧洲的车厂长期以来就是依赖了安氏所生产的车用的这个基础晶片，现在这个一断货，接下来呢，欧洲的几大车厂像 BMW、像 Benz， 他们可能在出货上都会有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对，就如委员所带我们看到的，所以现在其实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因为中国大陆当然早就已经祭出反制了，针对荷兰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看到原本的这个安氏它的运作模式就是确实是在欧洲做研发，然后如委员帮我们提到的，中国完成制造，那大概70%啊，封装测试等等都是在大陆做的。那大陆做完之后再出口到欧洲国家，但是等于说大陆现在把它一刀砍断了。那目前为止，其实截至目前，过去一直运作的方式就是说，主要的这些前段都会在英国、荷兰跟德国这些地方来做研发等等。那总部会设在荷兰，然后后段的部分则是在亚洲进行，不管是在中国或在菲律宾跟马来西亚等等。但是大陆现在等于是把这一切后段都卡死，让它无法出口到欧洲国家去这些晶片，那么影响的就是确实欧洲的车厂之外，还有日韩的车厂。欧洲的车厂现在福斯已经出来说了，晶片库存啊，我们只能再撑下3周哎，而且宝马跟宾士的产线现在也都陷入在瘫痪之中了。另外，他们还要担心的是，现在中国市场根据欧洲的说法，冒出了一堆是安氏相容的零件供应商，但是欧美厂商仍然是不敢买的，原因是安氏已经警告了中国厂的产品我们不会给你保固，也就是说你买的这些零件坏了也不会有人帮你做处理跟维修等等。现在的关键要来看了，西川会有没有可能安氏这个议题上谈判桌来化解中核的危机？卞老师怎么看？这个我先强调一下哈，这个荷兰干了一件蠢事啊，但这个蠢事的话呢是有连锁效应的。所以我这边得到的题目是说，这个北京封锁这个出口，这个生产这个封装的地方是在东莞啊。那么这里头的话呢，就是最重要的，北京是叫做杀鸡儆猴了啊，因为荷兰呢自己以为啊，替美国当小老弟啊，这个谁喊的就是先敢对对方的老大开枪啊。这荷兰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美国很高兴啊，什么关税的问题。但实际上的话呢，荷兰有一个想法错误了。第一个错误的话呢，就是呢，他把这个1000多奈米的芯片当成稀土来搞啊，这个是没有用的啊，这个是非常，就因为它生产了非常多嘛，上千亿片啊，封装的上千亿片，他把它搞的，他以为这个是独一无二，他就搞了这个方法，搞了一个什么暂时的法律，1953年的什么的，就勉强，美国也不高兴，那大陆的话一看以后，9月30号登了，4天后10月4号，大陆马上讲不准东莞封装的任何一个安氏的芯片出口，啊。那么这个要大家了解，这个荷兰就是搞不清楚这个状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荷兰呢说谎
啊，官员呢？为什么官员呢出来说谎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倒戈了。那个马上下台的那个部长啊，就在那边讲啊，这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没有按照美国的讲法来做，想要混过这段时间。可是底下要接上去的人会是个大麻烦呢，中核之间大麻烦，就不让他搞。那大陆基于要杀鸡儆猴，什么杀什么鸡要惊什么猴呢？就说很多美国的小弟想要耍荷兰这一套啊，就现在非常严重。这基本上的话呢，因为你当初要的钱啊。加起来是280几亿，当时购的价格，整个航母起来，航母让它超过300亿的人民币啊，人家买你什么？人家是最主要，原来是说你总公司啊，因为大陆在买东西，就像是那个吉利买了那个 Volvo 一样啊，那个总公司都放在斯德哥尔摩啊，是造成一种感觉上是个洋公司好看，当初是这样子构想的。那你现在的话呢，就是荷兰的总公司还真的摆起谱来，想要当真的一样，那根本就理都没有理你，你75%以上的芯片都是在东莞做的，他根本就不让你出口，不然出口你下就断供了，断供以后就没了。然后最重要的是，荷兰当初的条件就是你把那个张学正那个 CEO 给我换掉啊，那个文泰当中的话，大陆要了解啊，只要中国的企业受到欺负，那政府一定会出手啊，那不准出口，那就政府出手啊，对不对？你逼到最后的关头，现在这里头的话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现在荷兰搞这个事情，对不对？一巴掌耍掉你半个脸了啊！从此以后看你还敢不敢动？现在好了，同意了，认怂了，啊，安置出口啊。用人民币计价啊，然后维持这个现在基本上能够出芯片啊，但是这个安氏的中国厂已经完全跟荷兰断掉了，我们自己干就不要你了，是啊，你这个搞的方法，因为荷兰本身人家说偷鸡不着18米啊，现在是偷鸡不着的话呢，连自己所有的工具都不见了啊，以后再也没有工具了，所以说就这个麻烦。好，那干哥呢？干哥又怎么看？其实我跟你讲哈，那荷兰为什么会搞这个飞机啊？我们真的。你援引了1952年冷战时期的商品供应法，对不对？你认为有国安疑虑，我一直在思考，它主要出口的是汽车晶片，它跟国安有很大的关系吗？这可能就是我比较不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飞机的高阶晶片，或是飞弹的高阶晶片。如果它是这些，就是说这些科技产品的话，那你当然安视它有很大的国安疑虑。那它如果不是那么先进的晶片的话，那为什么政府会发动这样的制裁？会就等于是说，我现在就开始监管你这家公司了。可是问题是，它现在所影响的都是宾士啊、BMW 啊、福斯啊。福斯的库存晶片只剩下3个礼拜了。他说：“我跟你讲，只剩下3个礼拜。3个礼拜一到，我是一部车我也做不出来。那政府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帮我们？就算福斯是德国车。”现在德国自己本身的沃尔夫斯堡，他说我们已经快做不出来了啦。而且我们沃尔夫斯堡就是做国民车，什么国民车叫高尔夫是什么？大众汽车生产的。那在那个欧洲销售的非常好，为什么？它是主流，它是欧洲人主要拿来代步用的大众的一个品牌。那所以这部车是销售的非常好。现在你像东莞的这个安氏的厂，他们现在封测，我跟你讲，他们那80%的货都是从东莞的厂出去的，现在完全不能出去，你怎么办呢？那你说到底会不会影响美国？好，我们现在这样来讲好了，三大封测厂是在哪里？你看意法半导体在哪里？在深圳的福田，英飞凌在马来西亚，那安森美是在菲律宾，那为什么？都在海外，大家想一个问题，简单嘛，成本便宜，就是说人工低嘛，人工低他们才会设在海外。就大家看到我们那个图上面，为什么会分别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啊，还有那个深圳，就是因为它的人工，因为什么知道？欧洲完全没有封测厂啊，它只有什么？它只有晶圆厂。那封测这种事情是最后端、最尾端，但是需要很多人力，所以交给了成本比较低的亚洲厂，这样子连成一体的话，你的企业才有利可图嘛。所以是这样。结果现在你现在踩到自己的脚了。荷兰政府，你现在这个厂在东莞，它现在不出货，造成了在欧洲本土的前3大车厂BMW、Benz 还有福斯都没有办法出货。那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很快的危机就会到来了。那你荷兰现在怎么办呢？你要像那个委员讲的，把
把那个股权再还给安氏吗？我告诉你，中国大陆没有这么容易低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私底下，荷兰政府一定要跟北京好好的谈，不然汽车产业马上就面临很寒冷的冬天了。